在華盛頓安德魯斯空軍基地的跑道上，靜靜地停着一架線條修長、藍白相間的波音飛機。它沒有那架巨大的波音747空軍1號那麼耀眼，甚至在很多時候，它被人們誤以為是一架普通的民航客機。但如果你因此就小看了它，那你就大錯特錯了。它是美國權力的副手，是國務卿眼中的救命稻草，也是副總統在全球巡航時的空中白宮。它就是 C-32A， 一個在藍白光環下隱藏了無數硬核黑科技與生存邏輯的權力影子。那麼問題來了，既然美國擁有世界上最昂貴的空軍1號，為什麼這些位高權重的政府大佬，甚至包括總統本人，在很多時候反而更傾向於擠進這架瘦窄的波音757？為什麼在它光鮮亮麗的蒙皮下方，卻隱藏着連戰略轟炸機都羨慕的防禦體系？今天咱們就來扒一扒這架被稱為最勤奮藍白機的 C-32A， 看看它是如何成為美國外交的越野車，又是如何憑借一身黑科技在核戰爭的邊緣徘徊的。在這架修長的波音757踏上跑道的那一刻，你看到的不僅是一架飛機，而是一個活动的飞行的華盛頓權力圈。很多人對它的第一印象就是副總統的專機，但如果你翻開這架飛機的飛行日誌，你會發現它的乘客名單簡直就是一部美國政府的高層通讯錄。除了副總統以外，第一夫人、國務卿、国防部長，甚至是前往前線視察的國会議員代表团，都是這架飛機的常客。它就像是一個高級公務員的共享單車，只不過這輛單車的造價和維護費高到了讓普通國家破產的地步。在這裡，咱們得聊一個很有意思的冷知識，那就是這架飛機的呼號奧秘。在很多人的認知裡，它永遠叫空軍2號，但實際上呼號這玩意兒是隨人走的。只有當現任美國副總統踏進機艙的那一刻，無線電裡才會響起那個標誌性的呼號 Air Force 2。如果坐的是第一夫人或者是國務卿，他的呼號就会立刻降級，变成冰冷冷的 SAM， 也就是特種空運任務 Special Air Mission， 後面再加上飛機的序列號。甚至當他運送那些已經卸任的退役总統去參加國葬或者前往最終的安息地時，他依然會沿用 SAM 的呼號，再加上一個特殊的任務編號。這在美軍的傳統裡被視為一種功勳告別的最後尊嚴。聊完了名字，咱們再來扒一扒這架飛機身上那麼標誌性的藍白配色。你可能覺得這藍白塗裝普普通通，沒啥大不了的，但在航空史專家眼裡，這套塗裝被譽為視覺政治的巔峰之作。它的設計者是20世紀最偉大的工業設計大師雷蒙德·羅維。這位老哥當年設計過可口可樂的玻璃瓶，也設計過壳牌石油的標誌。在肯尼迪時代，羅維受邀為總統專機設計塗裝，他摒棄了當時軍用飛機流行的橙色或銀色，大膽採用了淺藍色、銀色和白色的組合，並在機身側面印上了巨大的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這套設計一直沿用到了今天的 C-32A 身上。它不僅是為了好看，更是一種心理暗示。白色代表透明與和平，藍色代表權威與深邃。這麼塗裝在全世界任何一個機場出現，都在向世界宣告美國的力量已經降臨。當你在電視上看到國務卿從這架藍白機裡走出來時，你看到的不僅是一個政客，更是一個由大師設計的充滿符號學隱喻的國家品牌展示櫃。只是在這套華麗的藍白外衣下，這架已經服役了近30年的老兵，他的身體狀況已經快撐不起羅維當年賦予他的榮光了。2024年初，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結束後，時任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正意氣風發地準備登機返美，結果就在全世界媒體的聚光燈下，他被告知這架代表美國臉面的 C-32A 壞了。這不是個例，2025年同樣的尷尬在巴黎再次上演。由於氧气泄漏和引擎传感器故障，布林肯不得不尷尬地在歐洲多待了一個晚上。這種外交驚魂頻繁發生的背後，其實揭示了一個極其骨感的事實：這架被稱為空中2號的巨獸已經太老了。C-32A 的前身是波音757-200，首批交付給美国空軍的時間是1998年，距離現在已經快30年了。你要知道，波音757的生產線早在2004年就徹底關閉了。現在的 C-32A 就像是一輛已經停產且零部件極度短缺的限量版老爺車。即便美國空軍投入了数千萬美元進行翻新，甚至討論過給它刷上特朗普版的新塗裝，但依然掩蓋不了它正在步入暮年的尷尬。既然如此，為什麼美軍不直接換一架全新的波音787，或者更有面子的寬體機呢？這就涉及到了 C-32A 最核心的一個杀手鐧，那就是不講理的機場兼容性。大家都知道，空軍1號波音747很豪華，但它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太重、太大、太嬌貴。它需要3000米以上的加强型跑道，需要龐大的地勤保障团队。
如果你想去非洲的一些小國，或者是太平洋上的某個偏遠海島，747根本進不去。如果你非要降落，那結果大概率是壓垮跑道，陷入泥地。但 C-32A 不一樣，它是典型的短跑健將。得益於波音757誇張的推重比，這架飛機在滿載情況下，只需要1500米左右的跑道就能拔地而起。它就像是一輛穿了西裝的越野車，只要有一段平整的水泥路，它就能帶着美國的意志降落在全球任何一個犄角旮旯。如果說 VC-25A 是展示威嚴的行宮，那麼 C-32A 就是全球干預的快艇。它不需要豪華的廊橋，自帶折疊旋梯，甚至在一些敵對地區，它還能玩出一種讓民航飛行員看呆的操作——戰術俯衝降落。為了避開地面可能存在的防空導彈， C-32A 的飛行員會採取極大的下降率，直接從高空砸向跑道，在最短的時間內把飛機送到地面的安全區。這種戰鬥機的飛行邏輯就是 C-32A 骨子裡的基因。既然提到了防空導彈，咱們就得看看 C-32A 最硬核的防禦系統。很多航空迷發現，在 C-32A 的機尾和機身下方分布着幾個亮閃閃的小球，那可不是装飾燈，那是目前人類最先進的紅外干擾導彈防禦系統 LAI-RCM， 代號 AN/AAQ-24V。現在的恐怖分子最喜歡用的就是那種打了就跑的便携式防空導彈，他們追蹤的是飛機的熱源，而 C-32A 的這套系統就是他們的克星。一旦傳感器感應到來襲導彈的信號，系統會在微秒內操縱激光轉塔旋轉，發射出一束高能多光譜激光，直接刺瞎導彈的紅外眼鏡，讓它變成无頭蒼蠅。這就意味着，當副總統或國務卿穿越衝突區時，他們坐的不是一架待宰的羔羊，而是一座自帶激光護盾的空中堡壘。這種生存能力是任何民用包機都給不了的絕對安全感。聊完了防禦，咱們得聊到 C-32A 最神秘的內部，它的通訊能力。外界給它起了一個綽號，叫飛行的五角大樓，這絕不是誇張。很多人坐飛機的時候最頭疼的就是沒 WiFi， 或者 WiFi 慢得像蝸牛。但在 C-32A 上， WiFi 只是最微不足道的一環。在那架飛機的背部有一個巨大的長條狀的驼峰，那是寬带衛星通訊 SAT-COM 和高級极高頻 HE/HF 的天線罩。這套系統能保證，哪怕是在萬米高空，副總統依然可以進行最高機密的視頻會議。更離譜的是，這架飛機是美國 NC-3 任務的一部分，也就是核指揮、控制與通信。如果核戰爭爆發，地面指揮系統被癱瘓，副總統可以在這架 C-32A 上直接下達核報復指令。為了應對核爆炸產生的電磁脈衝， C-32A 內部的航電系統都經過了極其變態的硬化處理。它採用了大量的電磁屏蔽技術和冗餘的模擬電路，確保在核閃爍後的那片電磁荒漠裡，這架飛機依然能發號施令。它就是美國國家意志在末日時的最後一張底牌。雖然技術很硬核，但 C-32A 的內部空間其實非常局促，甚至可以用3個世界來形容。這架原本能坐200多人的波音757被改装後只能容納45人左右。第一區機頭位置，那是屬於大佬的私人包廂，有更衣室、洗手間、2張旋轉座椅和一個可以放倒成床的沙發，雖然不算奢侈，但隱私性極好。第二區指揮中心，那是隨行高級官員開會的地方，布滿了加密電話和戰術屏障，這裡是決定地緣政治風雲的微型作戰室。第三區隨行人員區，這裡坐着特勤局特工、地勤人員和隨行記者。這一區的配置基本上和民航的經濟艙沒啥區別，記者們在這裡擠在一起，還要時刻忍受波音757那巨大的發動機噪音。對於他們來說，飛 C-32A 不是一種享受，而是一場關於聽力和體力的磨難。這種前艙是權力，後艙是苦力的反差，構成了 C-32A 特有的內部生態。如果說藍白涂裝的 C-32A 已經夠牛了，那麼在它的序列裡還藏着一個更神秘、更讓人細思極恐的存在，那就是 C-32B。大家平時在新聞裡幾乎看不到它的影子，因為 C-32B 根本就沒有藍白塗裝，它全身通體潔白，沒有任何標誌，甚至連注冊號都會經常更換。它隸屬於美國空軍特種作戰司令部，由神秘的第486飛行測試中隊駕駛。C-32A 是給政治作秀的，而 C-32B 是幹髒活的。它的任務是運送 CIA 特工、外國軍方高層或者是所謂的緊急事件處理小組，去往全球最危險的地区。為了保證不落地， C-32B 在駕駛艙上方安装了一個空中加油收油口，內部油箱比 C-32A 更大，配合加油機，它可以連續在空中飛行幾10個小時，在全球範圍內執行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任務。它就像是 C-32A 的陰暗面。如果說 A 型是美國外交的明信片，那麼 B 型就是美國霸權的暗器。能駕駛這種飛機的飛行員也不是一般的空軍校官，他們全部來自大名鼎鼎的第89空運聯隊。這支部隊的座右銘叫皇家座駕。
他們的選拔流程嚴格到了極點，你不僅要有數千小時零失誤的飛行記錄，還要通過最高級別的政治審查，因為你的副駕駛背後坐着的可能就是美國的2號人物，甚至在極端情況下就是未來的美國總統。這些飛行員不僅要練就蒙着眼睛都能在短跑道降落的技術，還要練就一身處變不驚的心理素質。無論後艙的大佬在討論多麼驚天動地的秘密，在他們的眼裡，這都只是一次準時到達的任務。但是正如我們開頭提到的，這種輝煌正在被零件老化和頻繁故障所終結。2021年，副總統哈里斯出访危地馬拉，起飛不到半小時就因機械故障折返，那種尷尬不僅寫在了哈里斯的臉上，更寫在了美國空军的賬單上。為了給這些老爺車續命，美軍不得不從全球各地的廢棄客機裡去尋找還能用的零件，甚至有的精密傳感器需要地勤人員手工打磨修復。這對于一個還要承擔和指揮重任的平台來說，簡直是一種玩命的賭博。現在美國空軍正面臨一個兩難的抉擇，繼續花天價修這幾架老757，還是徹底換裝。目前最新的消息是，美國正尋求用一種單一機型同時替換掉 C-32A 和更小的 C-40。候選名單裡包括了波音737 MAX 的衍生型號，甚至是那種可以超音速飛行的 VIP 運輸機。但無論如何，屬於 C-32A 的那個黃金時代，那個讓波音757化身為權力越野車的時代已經接近尾聲了。C-32A 的故事其實是美國全球外交體系的一面鏡子，它足夠強大，足夠靈活，能夠降落在最泥濘的跑道上，能夠對抗最先进的激光導彈，能夠在核廢墟中保持聯絡。但它也足夠陳舊，零件难尋，頻繁罷工。在一個追求數字化、無人化和極致效率的新時代，這種充滿工業美感的權力堡壘終究會成為博物館裡的陳列品。當你以後在電視畫面裡看到那架有着巨大驼峰、修長的像根鉛筆的藍白噴氣機時，請不要只把它當做一架普通的交通工具，因為它證明過，為了在萬米高空掌握權力，人類曾經往一架窄體客機裡塞進過一整個五角大樓的野心。好了，關於 C-32A 這架權力越野車，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最後留個問題給各位大神，在 C-32A 退役後，你覺得美軍應該用波音737 MAX 這種省油貨，還是應該一步到位，搞出一種隱身的甚至是超音速的 VIP 專機？咱們評論區聊聊。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